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名将樊振东迎战巴西的球员雨果，两位选手总共是有过10场比赛的交手。樊振东是取得了8胜2负的战绩，而双方最近一次的交手是在今年的仁川冠军赛当中，当时雨果是4比2战胜了樊振东，也是结束了对樊振东的4连败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局，开局一上来，雨果打得非常主动，发球直接开长球。0比1，樊振东拧完了以后，雨果还是有准备的，直接反手反刺了一个大斜线。1比2，从线路来看也是压正吊反。2比3，这球樊振东没拉上，有点犹豫，因为球刚刚出台，球不是特别好拉。3比5，正手的抢攻，樊振东盯半出台的这种意识及能力都是非常强的。4比5，从这个球也可以看到雨果的状态确实不错，无论是反手位的防守，还是两边的这种进攻，质量都是很高的。4比6，雨果这边动作还原非常快，接发球快劈到樊振东的底线，然后搏杀了一板。4比7，雨果接发球，球有点弹网了，也导致樊振东把自己的整个位置往后退了一下，这个调节能力也很强。这球落点摆得非常的开，直接摆到了雨果的正手位。樊振东现在对雨果台内的处理球的一些方式慢慢的熟悉了起来。7比7，控台内，樊振东回摆的质量非常好，最后找机会拧了一个中间位。8比7，这球雨果确实拉得转，合上力了，明显把球给拽住了，而且拉的弧线也很低。9比8，这个发球落点也是被樊振东判断了出来，发了樊振东的一个正手短。10比8，台内挑打，这样樊振东率先拿下了第一局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第二局，手球就是一个强相持，形成相持以后，樊振东还是要更强一些。2比1，雨果高抛发球，改变了一下发球套路，但是樊振东准备的非常充分，直接上手拧到了中间位。3比1，樊振东的一个节奏变化，摆一板，第二板盯他的拖长。6比2，发球抢攻，直接开长球，形成了这种攻守的局面。7比3，樊振东反手转正手，完成了细腻的点位变化。8比3，这个球劈到了雨果正手底线的位置，他已经完全没有时间向后退，去完成侧身反拉。9比4，樊振东防的已经非常好了，但是雨果把这个角度给撕开了，找向了樊振东的反拍。9比5，樊振东摆正手短，雨果明显有准备了，但樊振东的专注度非常高，又多准备了一拍。10比6，这球雨果反手的特点发挥得出来。第二局的比赛11比7，樊振东顺利拿下，这样总比分2比0领先雨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局，手球盯得很死，樊振东抓雨果正手短。2比0，樊振东劈长还是比较坚决的。3比0，雨果正手抢攻了一拍，一旦让雨果发动起来，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。3比2，樊振东调节能力的体现，
在位置不是特别好的时候，身体没有站稳的情况下，还能把球返回去。5比3，这一分被雨果反手筛上了一拍。5比5，这其实已经被雨果掰到了这个正手位的大角度，但是在移动的过程中，樊振东还是把这个球给护了回来。6比5，反手的连续发动，然后从台内拧拉起来。7比6，樊振东搓完长之后，正手的主动反拉的意识和能力都是非常强的，而且连续进攻的连续性非常好。9比6，樊振东反手1点打2点，斜线直线变化的非常丝滑。10比6，这次是正手看住了直线，然后再把球回到了中间，这样樊振东拿下了第3局。下面来看一下第4局，手球雨果还是有一些变化的，用反手来接，然后摆了樊振东的一个正手短。3比0，樊振东主动的劈长，劈到了中间。4比0，这个球被雨果给算到了，前面几分也是劈到了中间位。6比2，这个反手明显雨果想拼这一分。7比3，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有戏剧性啊！樊振东为了救这一分也是挺拼的。7比4，樊振东抢发球的这一下是台内的一个挑打，质量已经很高了，但是被雨果拉了一个直线。8比6，樊振东这个正手有点被对方的回球挤到了。8比7，台内斗短，樊振东抢先上手，撕了一个反手斜线。10比8，反手位的相持，这一分还是让雨果正手位先上手了。10比9，这最后一分，樊振东接发抢，发动的也很快，随后都是高质量的正手反拉，角度拉的也非常的开，这样樊振东4比0战胜了雨果。